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小宗。本期主要内容：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官网发布了关于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通知有效期5年，其中提倡出租人按月收取租金，租赁双方当事人在住房租赁合同中约定收取押金的，押金数额一般不超过1个月租金。目前，广州不少租户的押金数额仍为2个月租金。对此，上海民众表示，租赁问题有不服。新一轮奥密克戎疫情来袭，全国累计报告本土感染者近50万例，波及30省份，已经对实体商业产生冲击。回想2020年1月份，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全国上百个购物中心业主宣布共克时艰，减免租金。但是今年真正落地租金减免政策的企业目前并不多。好消息是，一大波上海国企物业租金减免即将落地，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无需提供受疫情影响的证明材料，即可免除2022年6个月租金，总减免额度有望达到100亿元，是2020年时的4倍。上海市国资委主任白廷辉表示，疫情以来，各类市场主体都遭遇了生产经营上的挑战，国有企业也不能例外。但越是困难时刻，越需要国有企业挺身而出，为社会排忧解难。目前已要求全市各国有企业全力落实好房租减免工作。承租上海国有企业房屋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无需提供受疫情影响的证明材料，全部可以免除2022年6个月租金。其中租期不满1年的按比例免租，这对于很多承租了国企物业的小微企业来说是个重大利好。做服装生意的张义祥对第一财经表示，他每个月的店铺租金、人工成本超过80万元，承租的2栋物业业主均为国企，但是他是通过二房东租的。此前他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可以减免租金的消息。根据上海相关规定，从二房东手中租来的国企物业，同样享受租金减免的优惠，与二房东无关，要确保最终承租人受益。上海市国资委主任白廷辉表示，目前各国有企业迅速组建了工作专班，制定实施方案，落实责任分工，抓紧抓实房租减免工作，并在市国资委门户网站上予以公布。经初步排摸，上海国有企业房租减免共涉及超过8万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按照全市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统一免除6个月租金测算，免租总金额预计超过100亿元。2020年时，上海有34家国企落实房租减免政策，当时一共减免租金25亿，今年的减免额度有望达到2020年的4倍。国企产权物业的租金减免已经在国资委安排下进行，但是大量非国有产权房屋的承租人能享受到什么政策？目前，国家对于非国有产权物业都是建议鼓励减免，并未出台硬性规定。2020年，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刚刚爆发时，全国有上百个购物中心业主站出来为租户减免租金，其中一大半都是民营企业。但是今年响应号召的民企显著减少了。2020年1月底，全国商业地产商龙头纷纷宣布减免租金，包括万达、新城、龙湖、华润、远洋、大悦城、中骏、弘扬、嘉里等。这其中有央企国企，也有民企和外资。民企中，当时仅万达就减免了约30亿到40亿租金。新城和龙湖都推出了67天租金减半措施，但今年这些企业的表现远没有2年多前那么积极。某大型房企旗下有数十家在营购物中心，其中不乏位于上海及长三角城市的商场。其相关负责人表示，民企普遍面临的困境降低了减租积极性。对于今年为啥还没减租的话题，有从业者表示，2020年时，大家真的齐心协力，共克时艰，商场和租户患难见真情，愿意减租的商场比比皆是。商场减租后，政府也会相应减免税收。但是今年时局不一样了，
这一波疫情其实对商场也是不小的打击。过去2年里，商场业主在疫情防控上已经有很大的投入，整体看下来基本都是亏的。目前，购物中心业主承担的压力也已爆棚。一方面，疫情后的消费结构改变，高端奢侈品消费赚得盆满钵满，仅个别高端商场行情非常好，而中低端消费的空间遭到挤压，前景暗淡。另一方面，很多商场都有几十亿到100亿的银行贷款，针对还款与利息，银行并没有提出减免的措施。购物中心还为抗疫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商场的员工工资、第三方劳务合同的钱，这些开支一分不能克扣。以这波疫情为例，当时政府的通知说，只需要封闭4到5天，很多商场都是留了100多人的物业团队驻扎在现场，这些人在商场的待命也都是成本。由于当前上海的疫情防控还处于社会面清零的攻坚阶段，虽然出现积极向好的趋势，但各方对于人员流动和生产生活何时完全恢复常态尚无明确答案。这或许也是造成企业减免租金政策现阶段难以快速落地的原因之一。当前政策落到市级层面，区级实施细则尚未公布，同时因本次疫情风控结束时间仍不明了，企业一方面需要参与保供，一方面需要对未来现金流进行测算，以应对长时间的风控。据克而瑞了解，部分企业已经开始逐步着手免租流程，如中环集团、仁恒置地等正在研讨租金减免政策，相信将在未来几周做出免租举措。李谢南表示，商用物业基本都背负着银行贷款，目前未了解到有银行对商场还贷进行延期调整，金融支持举措多以扶持小微企业与个体工商户为主。不过，在企业减负层面，上海市全力抗疫情助企业促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提到，将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存量留抵税额于2022年6月底前一次性全额退还，增量留抵税额自2022年4月1日起按月全额退还。在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中也提及，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继续分别按10%和15%加计抵减应纳税额，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实施普惠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比例从60%提高到90%。如此看来，广州住房租赁给业主与租客都上了不少保险。住房租赁从业主体应当在商业银行中设立一个住房租赁资金监管账户，并通过该账户收取、支付租金和押金。监管账户的开户银行应与广州市房屋租赁信息服务平台实现对接，按约定履行监管义务。住房租赁从业主体经营非自有住房的，单次收取租金超过3个月或单次收取押金超过1个月的，应当将超额部分的租金、押金纳入监管，收取承租人租金、押金的周期与向住房权属人支付租金、押金的周期一致的除外。住房租赁从业主体对发布房源信息真实性、合法性负责，不得发布禁止出租的房源信息、误导或虚假信息。对已出租或终止委托出租的房源，应当5个工作日内将房源信息从发布渠道上撤除。住房租赁从业主体应当对收费内容实行明码标价，明确收费清单。收费清单中列明服务项目、收费标准、收费金额等，并由各方当事人签名确认。住房租赁从业主体不得以隐瞒、欺骗、强迫等方式要求承租人使用住房租金贷款，不得以租金优惠等名义诱导承租人使用住房租金贷款，不得在住房租赁合同中包含租金贷款相关内容。金融机构发放住房租金贷款，应当以备案的住房租赁合同为依据，贷款期限不得超过住房租赁合同期限，发放贷款的频率应与借款人支付租金的频率匹配，贷款资金应当划入借款人账户。目前，位于珠江新城片区的上东百悦府，月租金高达20万元，
年租金达到240万元，足够在广州外围区域买一套3房单位。同在珠江新城片区的新会玉府也上新了一套663平方米的62厅3卫单位，月租金同为20万元。虽然广州整体租金水平不高，分化却十分明显，从300元每月到20万元每月均可选择，最大价格差接近700倍。月租金在300元至500元的整租房源有60套，分别位于天河、荔湾、白云、花都等区域。月租金在500元至1000元的房源有1314套，月租金在1000元至2000元的房源有1.3套，月租金在2000元至3000元的房源则高达2.4万套。除了中低价房源，广州的高价房源也不在少数。月租金超过10万元的房源有27套，其中距离上东百悦府不足2公里的侨新汇悦台有6套月租金超过10万元，2套达15万元。上东百悦府再租2套房源，一套月租金为18万元，另一套月租金达20万元。一套越秀兴汇玉府再租房源，月租金同为20万元。但整体来说，广州租房市场租金水平占据明显优势，且广州行政范围较大，城中村较多，租房选择空间也更大。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您对各地房地产资讯感兴趣，欢迎订阅，每天接收最新的行业资讯。我们下期再见。